抬起来。你当时住哪个房间？能不能看看旁边那一间？是这个房间。看清楚了。右手指一下，再转。那你告诉我，老板娘和她孙子，你是在哪个房间杀害的？这间。什么都没动，你能忘？我看着不像是撒谎，可能是选择性失忆。上帝天亮了，不得好死！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1995年11月29日，被告人刘永坤、汪向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，致4人死亡，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。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刘永坤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又在法庭陈述中对部分犯罪事实翻供，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。合议庭根据查明的事实、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了评议，形成了判决结果。现在由我代表合议庭进行宣判。被告人汪向前犯抢劫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被告人刘永坤犯抢劫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判决完毕。会晓得那叫什么宝吗？一口气把我说完行了。那叫大腿。老板结账。
这个包能装多少钱？那要看你装多大票子了。这要装大票子，5万也装得下啊。这还不够你装。老包啊，哎呦，周厂长，你这个包不经用的，你看看这个拉手又坏掉了。啊，这是平时装票子太多了，撑的吧？哎，你不要说这些，赶紧给我修好，我今天好多事呢。哎呀，要我说就别修了，换个新的。哎，不能换啊！我这个包招彩的，没有钱了就会往里进账，不能换。好，我拿后边给你修去。哎，周厂长，这钱你先拿出去点点数，我在后头修，或者是点点。是的啊，你拿去修，我现在找你。哎，行。哎，周厂长，我刚新冲了芝麻糊，你先喝点啊。芝麻糊，放白糖了吗？没放。那我可以尝一下。哎东哥，几个人呢？刘叔好，卢警官来了，喝杯茶。登记簿给我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都记好了。我拉坏了再来找你啊。哎，周厂长留步。哎呀，老张。哎呀，卢警官。爱川童装的蔡老板呀，他去展销会了，说您今天要收账，让我特意转交给你。不用数了，还是数一下吧。亲兄弟都得明算账，你数好了，我们才安心啊。数啊！哎呀，这么点钱包这么严。老张，怎么回事？这2个身份证号码都一样的，这不行的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写错了，下不为例啊。老张，1分钟不走啊！好的，慢走啊。周姐啊，到日子收房租了呀！哦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哦，谢谢。好了，周厂长慢走啊。生意好的啦。啊。哦，油条。不好意思，哎，今天有点忙啊。来，您的货款，哎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呀。哎，你瞧瞧，点。哎呀，李姐啊，不好意思，又来收房租了。给你买。妈妈要衣服啦，给小孩带件嘛。喂，王老板。我说怪不得呢，你这个电话都打到我手机电话来了。啊，那没关系，你跟我说。包装上有商标，衣服上没有是吗？那跟前2次发的货不一样吗？
啊，那你跟我说，跟我说。啊，对，也有可能是把货发错了。你不要急，我现在就在服务间门口，我给你问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副主啊，哎，周大长，黄老板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的腿怎么了？包装上有商标，衣服上没有是吧？啊，脑子干什么用啊？啊？哇，这个王二宝，把刀磨得这么利呀！你说。你流这么多血，自己没感觉的？我现在有感觉了。哦，因为这刀是小制品。哦，这单生意以后没有了，你们谁能负责？你能负责吗？这段检查的，你干什么呢？就不要干了。快走，咱们把根丢了。这个刀太紧了，不能用的。快走吧。就他一个人，上吧。修完了也没人送吗？开分店没个牙签吗？哎，掉了。我们2个人，爱用不用？站住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又不用，你就用这根好了，啊。顾远，黄金在哪边？老板。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？我不想在职场。哎，你今天是不是去他们家了？那我是去出差，怎么了？照你这么说都是误会。这是我们住的房间。来，进来看。这是我们女服务员做的。晚上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她啊。哎，你们住203。嘿。哎，一共3张床啊，愿意睡哪床铺就睡哪床铺。多少钱一张？一个人10块，加上吃饭是20块05毛，算你20，一共40块。算我贵，不冷啊？哟。退房的时候给你算总账，行吧？都是先结账的呀，这样你半夜退房就可以直接走了呀。退房的时候再结不行吗？
不行。多少钱？40块。那就这样，那个有事儿你们就喊我，和叫小甘也行，就是我们那个女服务员，202，啊。我讲7碗面就够，你非要点菜，就剩7块钱，回去的车费都不够。就是要搞到钱才回去。恁俩人一起了啊？真假的？没事，一起了。那恁俩挨着吧。吴哥，3楼的场子已经支起来了，你牵我上去啊？今天不上去了。账还没有收回来吗？你慢慢吃啊，有什么需要你叫我啊。啊。大哥也是来上修收账的。啊。永远收了1天的账，什么都没有收到。是啊。你俩是哪里人啊？我们武东的。啊。听你口音，你是北方人啊？啊，老家我是陆东印。大哥是做什么买卖的？卖肉证。那挣钱的哦。挣个鸡毛啊！都是给老板打工，也没哪个算。也是个倒霉的。让给玩一把，就剩9块钱，玩个屁啊！那就看看，解解馋。
给我发发好牌吧！快先看一下，下底下底了。不能这样。来。刚才呢，也踢了一脚那个包，那个包现在在他头的下面。一会儿不管是我们拖还是拉，都会有声音。如果他醒了，你就把他绑起来。等一下，我去偷那个包，你盯着他。好。这个做什么？绑的时候它会叫，不是说好不流血的吗？要吓唬他，这个呢？你来了，快进来啊！
你干什么？啊？他刚才要起来了，他动都没动。打死他干什么？给我打死他吧！再把我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干死他！饿了吗？干什么？死了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快别说了。大公子，实在没办法呀。怎么关门呀？
你害臊啊？不是呀，阿公在，声调要小声一点。钱嘞？没得钱。那没钱？你不是最会找钱吗？你老婆把钱藏在哪里都找得到。他会是没收到账啊？没收到账才穷开心啊！我是收到账才穷开心啊！这人不能白死。迟到了，老师让我来叫他。行，去吧。来，没事，去吧啊。好吧。阿光，阿光，阿光，阿光。没人呀？怎么会呢？我去叫。快点吧，老师不高兴了。阿光，老板。老三，你小子有点欠揍。昨天晚上怎么说的？我和阿哥等了你一夜。妈。幸亏你没等，这小子就是站着茅坑，
不拉屎。我拉没拉你不晓得啊？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哎呦，你小子昨天晚上出了不少力嘛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杜队，给再来个人掀下被子。李文，你来。别给他堵着，往后退，快走，走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走。小哥、小伟，你们把俩都控制住，别让车进来了。行了，都别看了，往后退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他这样真的不用去医院吗？再见。最后一层先看。注意透透气。啊，没事。记录一下。怎么还是这样啊？让你做个登记那么难吗？陆警官，我这都是熟客，有通炉做羊毛的，鲁中收州城的，都是认识的呀。而且我老公就不会写几个字了。我会写很多的。你会写？爷爷的名字叫卞福，我的名字叫卞明光。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警察。哎呦，好孙子，就是一块不做事烂表，非要带。少扯那些，你只要提醒你爷爷把来住店的客人的名字都记下来，你长大就能当警察。我过2天过来检查，如果你还不登记，我就罚你款。好好，一定登记，一定登记啊！走吧。猜猜。
不好意思啊。啊，不会，谢谢。第一次，哇，刚从警校毕业，还没见过真的现场。别说你，我在上校生活30多年，干了10多年民警，别说见过这么大的案子，听都没听过。鲁志峰，上校这块的民警。你好，李敢，是刑侦支队的。我看你刚才在检查旅客登记簿。我前2天才打过招呼，让老板一定要做旅客登记，他就是不听。如果是有预谋作案，就算登记也不会写真名的。也可能是临时起意啊，在这住了2天，如果不是故意计划作案的话，入住第1天就很可能用真名登记了。这目击者挺多的。那旅店那毛家3兄弟和那个女服务员不都见过凶手吗？这个女服务员和嫌疑人打那么多次照面，硬是记不住他们长什么样。这每个人的记忆能力也不一样，而且他一开始也不知道那2个人就是凶手。哎，鲁哥，鲁哥，哎，别往里凑，绝有秩序。是不是老板杀了老板娘？不了解情况别瞎说。哎，我怎么不了解情况？我昨天来抓赌的。老板娘找我举报的，说她男人在楼上私开赌场。你们是在便利抓的赌？对啊。进来。这赌子可不小啊。是，我已经上报了。我想跟你不和嫂子最近忙嘛，我就没有跟你细说这个事情。这个2楼203住着2个人，你抓赌的时候看见了吗？哎，看到了。你见过？见过啊，我还和他们打过照面，问过话呢。那老板说他俩没赌嘛，我就没有管呀。啊，他俩杀的？真是他们杀的？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样了吗？高一点的那个，矮一点的那个，你是想起什么了吗？你到底想起什么了？不着急回忆啊，先平复一下情绪，等情绪稳定了再慢慢想。你可别说了，你什么话？你想说什么？不，说。我小陈那2个人是不是退房的？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阿三，你搞快点了，人家是按时间算的，你可是输了钱的喽。他
最多12点半。那你们可能得等到后半夜喽。我下楼的时候，12点过2分，后面进他房间没有过多久，就听到外面走廊有人喊结账。谁这么喊结账？我想应该是对方吧。没过多久是多久？就10来分钟吧，反正肯定没有超过半个小时的。我怎么会没听到啊？你就在那叫唤，你能听到什么啊？幸好当时把那个门给关上了，不然那2个人可能直接推门就进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嘛。你们2个是？回头再处理你们。我这不能将功补过的。你干嘛？别说话了。我跟老三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说那么多啊？陆队，根据3楼旅客毛老三回忆，2个嫌疑人应该是昨天晚上12点到12点半之间推的吧？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昨天晚上在那个女服务员那儿过的夜。女服务员在对面房间进行卖淫活动。昨晚12点过2分，毛老三下楼到了202室，过了10几分钟后，走廊听到有人叫结账。陆队，帮忙翻个身。哦。你记录。我来吧。尽量别接触多的位置，抓稳了。1、2、3。好，好。陆队，死亡时间确认是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之间。等等。所有地方都搜到了，就差这儿了。偏偏就是没找到，偏偏就是去了隔壁。方位图。
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尽管能配合的我都配合了，我觉得我要疯了。说好是最后一次，就真的是最后一次。你的行李已经在办公室了。临走前，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当然不强求啊，你就想想，替我再回忆一下，嫌疑人的鞋子，我都讲了，具体有什么特征？个子矮的，穿着破布鞋，个子高的穿的高帮鞋。再想想，高个子的高帮鞋上有没有什么鞋标？我的头都要想破了，我真的，我要疯了，我要疯了，我要疯了！开分店没个牙签吗？掉了。我们2个人。我这高边海棒子上好像有烧焦的痕迹。你确定是烧焦的痕迹？我确定。当时我还在想，都穿这么厚的鞋子了，还要靠换。
这个收在那儿。哦，谢谢啊。这样。兵哥，啊，真要去皖南啊？这个精明合作呢，都，而且5万块呢，我们要跑多少生意才能赚得回来啊？哎，这皖南可太大了，从哪开始啊？那还要等我们那个探测器处理完，放出来，还得从那开始。上秀周边的调查工作收效甚微，嫌疑人大概率已经跑远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必须扩大战线，根据嫌疑人的口音和他们抽的盛唐牌香烟来判断，皖南的这几个地区可能性最大。大家要做好准备，明天开始，我们兵分2路，我带大部队到南丘一带去进行指纹比对工作，老陆呢带一个小队去追查嫌疑。好，李敢，你警校毕业时间最短，怎么进行指纹比对，还记得吗？啊，指纹比对呢有3看：一看指纹属于哪一类，有斗形纹、畸形纹、弓形纹、混杂型4大类；二看纹型走向；三看细节特征，其中包括小岛、短棒、分叉。书背的蛮熟的，但是要确保能够实际应用。是。坐下。专案组的所有同志啊，都要把这个指纹比对方法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去。啊，目前呢，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全国通行的指纹库，我们这次出去啊，要转战好几个地方，面临数十万份指纹样本的庞大工作量。每一个样本里面又包含数十个特征点，需要我们用肉眼去进行辨别。你只要遗漏了1个特征点，你就和嫌疑人错过了。明白，明白。散会。真君，啊，你们接下来工作量会很大，时间紧，人手肯定不够，比对指纹没有经验，带我走吧。你们先聊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好。昨天的紧急情况没来得及打报告，以后我一定注意纪律。陆志峰，到。你们上秀的几个同志啊，再去安抚一下死者家属。明天啊，厂房这里就要撤掉了，家属们心里会不踏实。你们几个一定要做好解释工作。另外呢，再去跟死者家属确认一下，受害人便服丢失掉的那个金镶玉戒指，到底是个什么式样的？戒指的销赃路径，也是一个十分值得追踪的线索。是。准备一下，明天跟大部队出发。是。哎呀，再见。我先不点，你有什么话直接告诉我。现场发现的那枚嫌疑，不仅省内找不到相应楔形，在我的经验中，都从来没见过。它的价值很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大，值得再增派一些人手。啊，老陆啊，你的想法我明白的，但是指纹是唯一的排他物证，要保证足够的人手把指纹比对干净，才能去考虑其他的。啊，鞋印这方面，你再辛苦辛苦。哎，局长，你哪怕多给我1个人都行，我这样就能兵分2路。我认为啊，鞋印很可能是这个案子最佳突破口。这个谢干事刚刚从投资把那个案子下来，抓紧时间，早点回去跟他聚聚，啊。回来了。
吃完饭就走。嗯。聊聊你的案子。很难办，线索都断了。目前警力都集中在指纹比对上，但咱们现在的指纹库基本只涵盖有犯罪记录的人员，所以指纹比对出来需要一个前提，就是两个凶手是有案底的。大家都觉得案子这么残暴，凶手不可能是初次作案。但我琢磨着，从现场的仓皇程度看，实在不好说。你先带着吧，你那条等我有时间给你治好。还是你们搞犯罪心理学的好啊，不用占用太多精力，不像我们，人手永远不够。做好你自己能做的，不留遗憾就行。尽量按时吃饭，少抽烟。哎，你知道当初石庆为什么没答应你吗？为什么？他说你没责任心，不适合当丈夫。他说的对吗？反驳死者的话，你觉得有意思？陆哥，还没去见家属啊？我得在心理建设一下，见不得人哭，尤其这次。各位都在。卢启高家属，这是卢启高的遗物，这可能是他生前给孩子买的书包。这些是
旅馆警方取证完的物品，现在还给大家。各位家属，明天呢，厂房这边就撤了，大家就不用天天过来了。警察同志，这案子还没有破，你们就撤了？那我以后到哪里找谁去啊？就查了这么几天是啊就撤了，这么大的案子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重视啊？不是不重视，这个临时办案点撤了，不是说案子就不破了。专案组明天去外地继续要查案的，这个案子不破，我们肯定不会放弃的。俺家的人什么时候能还给俺们？法医已经做完尸检，确定死因了，明天您就能。那我弟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呀？警察同志，我们杀人死完了，警察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警察同志。各位家属，你们听我说，都听我说，坐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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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起来。妈，快起来！各位家属，听我说，这里虽然撤了，但派出所还在。我鲁志峰干了10几年警察，上秀这一片每个人都认识我。我是什么样人，大家都很清楚。做一个男人，我现在这里和大家保证，这案子不破，我鲁志峰哪里都不去，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查案，查一辈子，好不好？卢警官，谢谢你，求求你了。好了。大家听我说啊，之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线索，可以随时跟上秀派出所的同志们汇报。尤其是卞老板手上的戒指，有没有什么特征？金面上有没有刻字？玉面是方面的还是圆面的？这些线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。方面的。阿光画过他爷爷，画了手上的戒指，是方面的。是这个吗？你也把手机给我，不许动它。哎。好了。哎。你看我画的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少一点东西？哦，对，戒指。对。爷爷的戒指是方的。对，方形的。爷爷，你看这回行了吗？行了，很棒。提那么沉的包，走街串巷的，来来来，你把我车骑走。哎，
车子用完以后，就给我扔那儿。啊，这您能放心吗？你是警察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敢？哎，龙哥，陆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今晚在这落脚啊。哎，你不是应该在比对指纹的吗？哦，我出来贴通缉令了，快贴完了。哦，上来吧，把你捎回去。不用，没事。你们先回吧。怎么了？我把昨天已经比对过的指纹卡和今天新发的指纹卡弄混了，现在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我耽误了破案的进度，我都怀疑自己根本就不适合当警察。李凡，现在也不是你一个人，陈局，包括我，所有人压力都很大。就是在这种情况，你才要学会自我调试。一个合格的警察，就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还让自己保持一个最良好的精神状态。哎，陆队，这小子真是走一路贴一路啊！这得有10公里了吧？体力真不错，啊！这些。今天是大伙儿统一换衣服的日子吗？哼，这帮小赤佬，人人一身酸臭。我刚刚下命令了，每个人洗澡洗衣服。我刚刚测过，我这里呢，指纹比对也没有什么进展。我已经协调了5河市局，让他们把比对的范围啊，扩大到南丘县以外的地方。但是，同志们的士气好像有点低迷。明天啊，我敲打敲打。把手放下来，帽子戴好。李敢，走，出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晚上没有接到我的命令啊？衣服不换，脸也不好好洗一洗，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像个警察的样子吗？他昨晚追贴通缉令嘛，这是借口吗？有没有点组织纪律啊？出来没有几天，还没有开枪就要缴械，就这样子当警察的，对得起死者和死者家属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哪个要是事不济苦，趁早把警服脱下来，从我的队伍里滚出去！
老陆啊，你还有什么要讲的？陈局，我没什么要说的，我们下一站就去临津了，那边有姑苏省规模最大的一家鞋帽城。好，那出发吧。我想跟您借个人走。国芳，哎，坤子，这湖对面打牌去。去嘛，一年回来一次，就年前最好玩。去吧去吧。还记得这个地方吧？这里过去最近了。哦。哎呦，这么凉啊！要先试试水的。啊，哎，试一下啊，身体不行啊。哎呀，喝死我了！多亏了你啊，不然我跟棍子都要没命了。你不是个狠人吗？刚才怎么就下不了手了呢？你不狠，你杀人连刀都不用，别把自己宰得那么清楚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能杀人的人，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杀人。在旅馆是你先动的手吧？你没摸榔头吗？
那你把榔头递给我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就要拖我下水吗？不就想我手里也沾点血吗？要不是为了给你还赌债，我去干那些事去。你妈从阳台出来就穷，穷了一辈子，最不怕的就是穷。你摸着良心想一想，从头到尾，哪件事不是你说了才做的？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是我的原因吗？我又得了什么好处？你起码还捞到一个戒指。戒指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那你在干嘛？筹钱去。依山傍水的平原上，点缀着许多的忙碌。现在的棉苗还没长直撑叶，但因高出地面，老远望去，平原还是一片绿油油的。谢谢。绿油油之间，走近了才发现，有一大片灰色的空地，闲置的土地看着着急，农人们只是低头盯着眼前的方寸之地做事。世道有时候是不公平的，坏人罗警官，罗警官，这里。里面。什么情况？罗警官，我之前收了2样东西，有人要加，我想让他带东西去出手，结果回来给我一看，给了我一堆假钱。我也不像这个样子嘛，可是你都联系不上他们，我就更联系不上了。我不管啊，你收的假钱你想办法。那你把我打死算不算办法嘛？你都打电话报警了，为什么动手打人呢？啊，卢警官嘞，我实在是气不过。他姐姐看病要钱，他到处找人借，根本就没人搭理他。就我看他可怜，带他收点东西，想让他赚点钱，结果他反过来坑老子。我告诉你哦，你必须把钱给我找回来，
那个东西是有价的，哎我来了，我告。我也不知道是假的嘛，要钱没有的，啊，你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，医药费我就不跟你要了，我们扯平好了。你真能拿那个钱给你姐姐看病了？你拿不干净的钱给人看病，你也不怕遭报应了？你真不怕你们老卞家再少一口人吗？啊？我买不起你再跟老子说一句哎，你干嘛？啊！你干嘛？啊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们老是警察吗？你还算是个警察吗？